Hello， 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本期的谢新月塔罗占卜。那今天呢，我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期占卜主题是要来看一下喜鹊带给你的好消息。我们现在呢，其实马上就要去迎来2023年的一个七夕情人节。我们呢今天的这个连结的能量啊，想借助七夕情人节的能量磁场，为大家去带来喜鹊这个报喜鸟能够为你带来的一个关于你下个阶段的好消息。今天呢，因为我们是七夕情人节特别版，所以呢也会无论我们今天连接的这个好消息是什么，我们也会来给大家带来一定的爱情讯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看到的这个好消息可能是其他方面，但是呢，我们今天也一定会给大家带来一些爱情里的讯息内容。好了，那如果你对今天的占卜要是感兴趣的话呢，我们就来进入到今天的选牌环节。今天的选牌呢，还是和往期一样那么我呢也是提前的收集了一下你们的能量和信息，然后呢把它们分别放在了你面前的这3副不同的牌组里面。我们呢从左往右分别是第一组、第二组、第3组，从左往右分别是第一组、第二组，然后呢是第3组。第一副牌的朋友，这边呢我们来看一下你们的这个牌卡，我们近距离的感受一下这个是第一副牌的朋友。其实大家不用担心因为每一张牌卡它尽管可能有一些数字和关键词当前我们在这个牌面上可能看得见，但是呢具体连接的内容以及具体的信息还是要等到我们在这个每一组牌里面具体的来连接。好，第一副牌的朋友我们这里呢选用的能量宝石，今天这个是蔷薇灰石。OK， 蔷薇灰石它的反面它就是这样子的，红色跟黑色之间的。来，我们第二副牌的朋友看一下，这个是你的牌哟。第二副牌的朋友，好。然后呢，第二组牌的朋友这边呢能量宝石我为你们选择的是这个虎晶石爱心。有些朋友特别喜欢这个虎晶石我知道你们还跟我留过言但是我这边是不卖这个能量宝石的。对，如果你们需要的话，或者是喜欢的话，可以在网上去查阅一下，看看你们当地哪里有卖这种宝石的好，来第3副牌的朋友，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牌。对，其实呢，有的时候也并非是画面也许就是一种能量，也许就是一种感觉如果你觉得当下这个牌呢，也许是你眼睛喜欢的，也许是你心喜欢的，都可以，对吧？也许是你直觉和灵魂告诉你选它，也是 OK 的，对吧？来，第3组牌的朋友这边呢是绿色的萤石。好了，那为了方便你呢跟每一副牌卡进行一个好的能量上的连接，那接下来呢我会建议你跟我一起做一个简单的冥想。好了，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深呼吸，我们来连接一下宇宙的能量，然后呢让我们来问宇宙，宇宙请你告诉我，今年的七夕情人节这个能量，这个特别的时刻，喜鹊要带给我如何的好消息，关于我人生下个阶段的美好，又有怎样的爱情讯息或者是爱情提点可以给到当下的我呢？感恩宇宙。好，深呼吸，睁开你的眼睛，看向你面前的这3张不同的牌，或者是眼前这3颗不同的能量宝石，用你的第一直觉去感应
究竟哪一副牌组最吸引你？今天呢，我们是一个报喜的一个特别占卜啊，所以有些朋友呢，如果你觉得是想 OK 点开2组看，或者是说同时2副牌另外1颗宝石都吸引你，都可以点开听听啊。也许呢，你的信息是分在2副不同的牌组里啊，宇宙当下呢，也许有多个好消息想带给你。好了，那如果你已经选择好了属于今天的牌组，我们就来看一下了。喜鹊呢要带给你的这个好消息具体是哪些内容？那我们待会儿见。嗨，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1副牌组的朋友啊！你们呢选择的是这个蔷薇灰石。好，今天我来用美人鱼把它放这里。我们来看一下吧。你们眼前的这2张牌啊，就是一个呢是我们今天一定会给大家连的一个喜鹊带给你的爱情讯息，然后呢，另外是我们的星座牌。我们就按顺序来吧，先从今天的主牌开始。今天呢，第1组牌的朋友啊，你们抽到的是33号牌，这个是快乐的缪斯关键词呢是 inspiration 灵感。这个能量呢，其实我会觉得带有非常强烈的，就是跟自己有关的一些能量啊。我觉得很多朋友啊，也许你们是不是经历过一些所谓的暗夜啊？这个暗夜呢，对于有些朋友来讲，并非就一定是痛苦的，是难受的，或者是一些让你觉得背叛的没有这么的强烈。但是呢，有一部分的朋友，我觉得可能你们是不是经历了一段停滞期？我的感觉更多的是来自于第1副牌的朋友，这种停滞，这种让你觉得可能有想做的事情，但又做不了的一种感觉。有些朋友呢，可能心里对于自己的，比方说状态不是特别的满意，也许想去改变，想去创造，想去创作，想去更多的连接自己内心真正欢喜的人、欢喜的事、欢喜的物。我们这边是一个快乐的缪斯，这张牌很明显它带给我们的感受是那种活泼的、开朗的，像小孩子一般的。所以这张牌呢，也在激发着你内心小孩，从你内心的一个，比方说牢笼当中，可以释放掉它，可以让它勇敢的走出来。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现在的这个社会的规范都在要求我们做的完美，做成一个正确的样子。但是呢，内心小孩我们想一想，我们最小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样子，我们只是随心所欲的，或者是每天开开心心、天真无邪的去笑、去玩，对吧？然后呢，去可能做一些调皮捣蛋的事情可是当我们长大以后，可能就很少再这样子了。不是说教大家坏只是有的时候呢，这种调皮捣蛋的精神能够去打消我们可能生活里的平静，或者是生活里的无聊，或者是生活里的索然无味。我们的生活不能仅仅只是为了活着，我们的生活其实应该去享受我们赚得的，对吧？这一生这一世可以拥有的美好和幸福。所以呢，这边是33号牌我们先放在这边。那么呢，我们再进一步的去连接喜鹊带给你的这个好消息之前，我们首先呢来为第1副牌的朋友做一个今天的能量验证。我们来看一下你的状态看看你们选的这组牌是不是跟你们的心境跟你们的一个状态是有对应有连接的来，我们看一下，今天我们来用一下这个当代的女巫这个牌来给大家看一下，看看你的状态是怎样的，目前你的心态或者是你有什么样子的心愿吗？你有什么样子的，比方说期待吗？又或者是说你有什么样子的焦虑和担忧呢？我们来看看来自第1副牌的朋友，来自你们目前的一个状态。今天抽3张牌吧，好不好？3张塔罗牌来连接一下第1副牌的朋友你们的一个状态。好，第1张牌呢是权杖10的一个逆位。这张牌呢，其实我会觉得有一部分的朋友你们的压力来自于别人对你的要求，是不是你现在生活当中就是有人，而且可能不止一个人就是对你的要求非常的高，可能是工作当中有这种感觉做不完的工作或者是说在生活当中这个有很多的人对你有不同的
希望，然后呢，对你可能时间上啊也是在占用着你的时间，所以呢，你可能没有办法去真正的去想，真正的去安排自己想做的事情啊。这张权杖十的逆位给我这个感觉。而且呢，我觉得这个逆位的能量啊，它给我的能量的对应是说，有一部分的朋友呢，在坚持着去满足别人的要求、别人的期待，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因为现在是逆位的啊，就是这种状态啊，你放不了手，你可能想放，但是放不了；你可能想去丢掉一些责任，但是你不知道该怎么样去丢，因为来自于别人对你的要求，可能他们跟你的关系是很特殊的。比方说你在工作当中，对吧？你签了这个劳动合同，你可能会觉得说，这是我的责任，我不得不这么做。可能呢，这些人是你的家人，是你的最好的朋友，你可能觉得你有义务去满足他们，或者是你有义务去承担这些所谓的责任，所以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你只能够在这种我们所谓的无限期的这个时间段里面去尽你所能的去做，尽管都扛不住了，扛不动了啊，这个压力山大了，但是仍旧在坚持着。这张权杖十，所以我能从这张牌里面读到的是，当下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非常希望的是一些变化，一些能够让你们轻松起来的变化，一些能够把你们变得更加自由的一些能量的加入，而不是给你更多的责任，或者是给你更多的一些任务啊，你已经受不了了。这个是权杖十的一个逆位 ，OK。但是呢，从这张牌里啊，我也能够读到吧，第一副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非常的善良，然后呢，你们的责任心也很强，你们呢，在这个我们所谓的社会的这个环境当中啊，我觉得你们是一群可能还是比较保守的人啊。这种保守呢，其实是因为你们希望不要让对方失望啊，所以我就说你们其实非常的善良，你们不属于那种调皮捣蛋的小孩子。也许在小的时候啊，你们就是三好学生，你们就是别人眼中的好榜样。但是呢，OK，权杖十的逆位，不管怎么样啊，在当下的这个能量当中，我觉得有一些急需去释放的一些压力，还有责任或者是任务啊，是在你当下能量里面的，好不好？OK， 来第二张牌啊，第二张牌呢是金币四的一个逆位。你们在守护着一个你们无法释怀的、无法放弃的、无法放手的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呢，有可能是你们当前工作里的一个薪水，也许这个薪水不错，OK， 这个薪水不错，但是呢，这份工作压力巨大。也许当前你不想释放的是这个工作里的岗位，比方说你是一个很好听的公司，然后呢有很好听的头衔，是大家都羡慕的那个人。OK， 我这边听到是榜样的能量非常强，因为你是人家眼中和口中的那个最优秀的人。你为了这一个，比方说所谓的非常好的一个帽子，苦了自己苦了自己。这张权杖十啊，也许呢，在你的心里吧，可能曾经也是觉得你当下所拥有的一切是最好的你心里可能也觉得是最好的，但是呢，你做了，你走进去了。这条路也许是4年到10年之间，你其实心里明白这条道路并不是完美的，这条道路里你所付出的东西其实是巨大的，甚至是可以讲这个是权杖十可以讲你甚至为这个所谓的帽子这个 title 你付出的，你牺牲了很多你自己，只有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自己心里清楚，你付出了多少汗水，你牺牲了多少自己的快乐，你付出了多少眼泪，对不对？所以我觉得第一组牌的朋友，当下我觉得你们好努力我想对你们说一声，你们辛苦了。好，我们再来看最后一张牌了。好，最后一张牌呢是权杖皇后这张牌呢就是暗淡了自己的色彩暗淡了自己的色彩。权杖皇后的一个逆位，这张牌出来，我连接到了非常多的讯息。第一个呢我首先想告诉第一副牌的朋友，其实你们非常的优秀。其实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是一群非常优秀的族群。
你们呢，其实刚才我讲啊，是榜样，对不对？你是别人口中跟眼中的最优秀的那个好孩子，或者是别人口中和眼中最优秀、最厉害的那个人。但是呢，你们的优秀啊，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你们其实是真的有实力。你们的这个实力啊，我看到当前是怎么样？当前没有被释放出来，没有被释放出它完全的状态。这个完全的状态其实是应该更加轻松、更加清明的。而在你们当前的这个能量里面呢，也许你们在强撑着。这个权杖皇后的逆位啊，给我的感受是什么呢？其实你们可能在这个别人的眼里啊，你都很好，你都很优秀，但是你自己心里明白，你其实非常的耗。现在的你呢，你知道的是你在坚持，你在强撑，但是你并不确定你还可以再坚持多久。有些朋友呢，可能会在一个非常好的公司、非常高的职务当中啊去工作，那么这个工资或者是这个岗位啊，给了你一切可能你之前想要的东西，但是你心里明白有缺失，你心里明白啊，这个损耗或者是所谓的这个付出和你得到的东西其实并非成正比。这张牌啊，火象的权杖皇后给我非常强的那种银行家的感觉，可能就是这种金融啊，就是那种强大的竞争，或者是说在一个有强大竞争力的环境当中啊，去做你的工作，或者是还要去照顾别人啊。也许你们有团队，你去照顾的人可能是你的家人，你要去照顾你的爱人，你还要照顾你团队里的很多人，所以你在带领一个巨大的团队，你其实负责的人很多。第一组牌的朋友，你负责的人很多，你身上的压力是10根权杖，是满的，对吧？所以当前的这个权杖皇后是一个超负荷运载的一个权杖皇后，你们自己被所有的权杖压下来了，所有的人都倚仗你，所有人都依靠你，所有人都想靠你的光环，但是你自己知道，你其实已经是在损耗自己，或者是在牺牲自己。OK， 去完成你当前的这个任务，或者是你面前的这些责任，对吧？权杖皇后的逆位，所以现在呢，第一副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非常非常需要的是释放，你们需要的是解压，你们需要的是重获新生、重获自由，或者是重新点燃你生活当中的热情，你的火元素被压抑了，这个火应该是你的我们所谓的对生活的一种热情。对你直觉当中未来的一种计划，你是领导人，你就要比别人看得远，你就要比别人想得更加的积极，这样你才能够带领他们。有的时候带领我们所谓的这个 leader 和 manager 是不同的。现在很多这个第一副牌的朋友，你给我的感觉就是从这个 leader 这个是领导人的权位当中走了下来，变成了去维护别人的人，就是 manager。你去照顾别人，你去维护，你去维系，但是你却丢失了你自己的 insight 这种洞察力以及远见，所以你现在呢可能会觉得很累，心累，身体累，精神上过度的去给予，所以你没有足够的去补充权杖皇后的逆位。好，那我们现在呢就讲到这边这个呢是我们当下连接到的一些关于第一副牌的朋友你的一些状态，我们今天读到的一些关于你的能量的一种显现好，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宇宙要带给你的这个好消息。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星座牌，因为这个是爱情的能量，我们等会儿最后来看星座牌呢。今天我为你抽到了金星在处女。首先我们来讲一下金星吧。金星的能量其实非常的好，而且对于我们今天的这个七夕情人节特别版非常的应景。其实这个金星它是非常重要的一颗我们3大守护星之一，金星、火星跟水星。金星呢，它守护的是我们的热爱我们所一切跟爱有关的能量都是金星去守护的，或者是通过金星去指引的。那么这个爱包括什么呢？爱我们可能平常在这个狭隘的这个去想，可能就是爱情了，但是其实并不仅仅是爱情。爱呢，它可能是同袍的，对吧？同袍之间的这种情谊，这个爱呢，可能是我们对于自己的热爱，我们所谓的兴趣爱好，我们自己的热爱，可能是一种创作，可能是一种表达，可能是我们自己个人的一种选择。
对吧？那么这个爱呢，也有可能是一种更加伟大的、更加广义的爱，可能是对我们小动物的爱，对我们万物生灵的爱，对我们宇宙的爱，这一切都是爱，对吧？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爱落在哪里啊？落在了处女座啊。处女座其实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处女座最擅长的是什么呢？整理跟选择。处女座一定会，因为这个处女是土象的啊，处女座一定是选择一个最有价值的东西。那么当前呢，金星落在了处女座的这个能量里啊，所以呢，我感觉到今天啊，喜鹊要带给你的这个好消息，带有的是什么呢？我觉得是选择你心中所爱的有价值的东西。那么这边啊，我们看到这个画面里也同样是这种感觉，一个非常美丽的女士啊，头戴花环，然后呢，她的手边有4只蝴蝶，每只蝴蝶其实都好看。不同的人呢，可能会觉得某一只好看，就是不同的人他选择的可能不同，但是都很好。那么处女座啊，这个是金星在处女，这个女士就要选择出一个她心里觉得当下最好的一只。OK， 所以说当前啊，我觉得从这个能量里我读到的是什么呢？我觉得首先吧，第一副牌的朋友啊，我觉得宇宙首先会给你很多的选择。有的时候啊，我们可能会感叹没有选择，因为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只有一个选择可以做。但是有的时候呢，宇宙又会非常慷慨啊，给我们非常多的选项，让我们去选，让我们去感觉。那么这个时候呢，你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不要轻易的下决定，然后呢，打开自己的心，去每一个都连接一下，每一个都试一试，最后呢，选择出自己心中之所爱。那么这个方式跟方法是怎样？就是让自己的内心小孩走出来，不要害怕犯错，不要害怕丢脸，不要害怕所谓的怎么讲呢？就是完美主义嘛。有的时候我们要完美的去呈现我们的这个 presentation， 对吧？但有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可以不用那么的严肃啦，对吧？生活可以不要那么的严肃啦，我们可以时而犯个错，时而可能把这个颜料弄到身上，时而可能会非常我们所谓的不穿鞋子，邋里邋遢的。吃饭啊，可能就是吃点随便的东西，不一定每一餐都是大餐，不一定每一餐都是5星级，对吧？所以呢，我觉得在这个33号牌跟6号牌的这个能量的连接里啊，我们今天是愉快的缪斯和金星落在了处女座，就是生活当中啊，我觉得接下来下一个阶段的美好，喜鹊要带给你的这个好消息是让你愉快的做选择，愉快的去选择出你生命当中当下可以去寻找的快乐。快乐是什么？快乐是一种选择。如果你选择快乐，你就快乐；如果你选择痛苦，你就痛苦。那么第一组牌的朋友，当前呢，我们看到这个能量来自你的一个状态，我们3张塔罗牌目前都是逆位的。刚才我们也连接了一下目前你的一个处境吧。那么第一副牌的朋友，现在的你，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能量，宇宙要告诉你，喜鹊要给你的这个好消息，就是给你选择权，去选择你内心的快乐。好了，那我们现在呢，来具体看一下这个快乐的内容有哪些，这些宇宙要呈现给你的选项都有些什么。好，我们来抽一下牌啊。好，我们这边看一下啊，一张一张牌的出，喜鹊要带给你的这个好消息啊，关于这个具体的选项，接下来你会有的这种机会都分别有什么啊？好的，我们第一张牌呢是金币8，第二张牌呢是圣杯6。好的，我觉得首先吧，讲一下圣杯6啊，因为这个能量呢跟我们刚才看到的快乐的缪斯啊，能量是非常符合和对应的。这2张牌呢都在告诉我，首先啊，第一副牌的朋友，宇宙要带给你的好消息，你人生下个阶段的美好，你会变得轻松自在、快乐、怡然自得。什么感觉啊？我们这里呢是圣杯6，然后呢快乐的缪斯，我觉得有一些你小时候的那种真实的状态，或者是你小时候那个本来的状态啊，要被宇宙给带出来。
那么我们其实呢，目前啊也是在往这个新月狮子的能量去走啊，所以呢，狮子座也是在讲我们内心的小孩，我们对于创作、对于灵感、对于我们内心的喜欢，那种可以玩乐的快感，那种可以去放手玩乐的冲动，这种能量会被激发出来。我们今天看到的是圣杯六啊，我觉得很多朋友在你人生的下个阶段，喜鹊要带给你的好消息是让你重新回忆起那个如同孩子般天真无邪、快乐幸福，OK， 充满自信的那个自己。有些朋友第一组牌的朋友，也许是因为工作的压力，也许是生活里的压力，已经把你们压得忘记了那个像孩子一般大声笑、大声哭、大声的耍赖调皮的那个自己。那么宇宙呢，要告诉你喜鹊要带给你的这个好消息，是让你重新记起那个样子的你。也许很多第一组牌的朋友你所创造出来的成功，其实就是当时通过你的这种大胆的 OK， 这种对未来的信心你赢得了机会，你赢得了你当前所有的一切。那么目前呢，也许你是因为太多的繁杂的琐事把你给压住了，而喜鹊要带给你的这个好消息，是让你重新回到那种状态，那种自信的、勇敢的甚至带一点冲动的、诙谐的，可以去幽默开玩笑的那个自己，可以笑对人生的那个自己，重新回忆起。那么这个能量圣杯六也会有一部分的朋友，我觉得在这个能量的指引之下吧，在下一个人生的阶段，也许你会尝试一些你曾经的梦想。这个梦想是什么呢？我们看到它可能是一种创作艺术，它可能会是你一直想去，比方讲去到的一个地点因为我们这边有音乐、有绘画，可能有语言文字，可能你会开始去记录一些日记，也许你会想去做一些有创作性的写作，也许呢你还会想去去到其他的地方走走看看、瞧一瞧，又或者是说呢想去跟陌生人打个招呼。有的时候交一些新的朋友，也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圈子里注入非常多新的能量。这些新的朋友呢，未必从你当前的圈子里来，这些新的朋友呢，可能是你比方讲去餐厅不小心遇到的人，不小心撞到的人，不小心看到路边有一个人需要帮助，你去帮助他一下的那个人，多问一个问题，多给他一个微笑。通过这些新的朋友我觉得注入新的朋友能够为你当前的生活带来非常多的我觉得是一股清流。你需要一些新的能量和一些新的刺激，甚至可以讲新的刺激，来把你从当前的状态里带离出来。我们的第二张牌呢是金币八，这张牌呢我还是能够感觉得到第一副牌的朋友，可能工作对于你来讲很重要，责任对于你来讲很重要，精准或者是说professional professional 的意思是专业对于你来讲很重要。那么当前呢这个好消息我觉得宇宙并非把你从一个状态当中直接让你全部离开，我觉得宇宙当前最希望的是你能够快乐的做你当前做的事情，把你的一些压力可能有些压力跟责任它并不一定是你必须去做的，有的时候呢你也要去学会去放手，可能是分配工作，可能是分配你的责任跟压力。当你重新回到你的这把交椅就是你回到你最原本的状态里去，自信从容的去应对我觉得当前呢宇宙在说喜鹊要告诉你，你能在你的工作当中越做越好，越做越精。可能有些朋友对自己的专业，对自己的这个学术，对自己的一个要求也是非常高的，你们不想做一个平平普通的人，尤其是在你的专业领域，你想能够 outstanding OK 突出，你想能够站在山顶之上，那么我看到宇宙告诉你的这个好消息是让你能够站在山顶之上，提升自我的同时还能够轻松快乐起来。其实第一副牌的朋友，我当前看到的是，只有当你去重新站在你的本属于你的能量磁场里面，就是我们当前看到的自信从容勇敢，
对吧？领导人的一个感觉，有先知的能力，有这个洞察力，并且呢有灵感，可以去鼓舞别人。当你站在自己原本的能量磁场里面，其实你的这种工作或者是专业里的精进啊，是能够最好的得到一种释放跟表达的。金币8的正位。好，继续来看啊，喜鹊带给你的好消息。金币7，这张牌是说啊，你能够在你的工作专业领域啊，甚至有些朋友如果是在学术领域里面，就是这个学校里啊，你将获得成功。金币7是成功的能量，你将看到一个成功，你将看到你所付出的，你所耕耘的，你所给予的这些对象得到一个非常好的成长，而且他们的成长是显而易见的。有些朋友可能是考试啊，那个成绩很好，拿到证书；有些朋友呢，可能是在工作当中被别人看到你的能力；有些朋友呢，可能是在这个生活当中啊，别人看到你越来越好了，对吧？你的心情也变好了。我们这边看到了一朵太阳花，心情变好了，心情变得愉悦了。你的朋友、你的家人也觉得你现在的状态更好了，啊，你的状态越来越好了，他们感觉到了你的这种调整。有一部分朋友呢，我觉得这张牌也在代表着你的态度会变。也许你当前呢，对于你的生活是态度来讲的话，可能觉得太过于的我们所谓的每一天都是在重复着同样的事情，每一天都在重复着同样的工作量，每一天都在重复着同样的问题，你觉得非常非常的累，你觉得你已经在一个无限循环的地方啊，无法的呼吸。那么呢，宇宙要带给你的好消息啊，就是给你一个喘息的机会，给你一个我们所谓的歇息的机会，一个能够让你去充电、充这个灵感的一个机会，重新去寻找到你做的这一切的目的，你做这一切的原因，你做这一切的我们所谓的原动力是什么？有些朋友可能当前啊，我看到你们走的这条路啊，也许你们是为了别人。也许是你们内心的一种我们所谓的志向，对吧？你就想成为那个位置上的人，你就想站在那个高度。那么这个我们所谓的后面的那个原动力是什么在推动着你前进呢？也许你当前做的这个事情，你忘记了这件事情能够带给你的快乐。那么宇宙呢，就要通过这样子的一个调整，去让你重新发现你做这么多事情，你的快乐在哪里？金星在处女。金星，你的爱在哪里？也许当我们把一件事情做太久以后，我们忘记了这个原因，忘记了最原始的初心，这个爱的能量，而被沉浸在无穷无尽的责任、压力和日常里。这样子的我们呢，可能就没有跟我们的高我和精神领域去连接，我们就会觉得无聊，就会觉得痛苦。那么宇宙呢，想通过这样子的喜鹊的能量啊，我觉得是带给第一副牌的朋友生活里的灵感，好不好？好，我们看到了第4张牌，这里是太阳，正位的太阳啊。所以第一副牌的朋友啊，不要担心。其实呢，我会觉得这个喜鹊要带给你的这个好消息是非常积极、非常阳光、非常光明的。那么在你的人生下阶段呢，你将会迎来进一步的成长，进一步的，我觉得是提升。那么当你更加精进，更加得到认可，发现自己的能力越来越强以后，你肯定会为自己感到开心的。而且呢，你的美丽、你的成长、你的成就也会被很多人看见。那么这个权杖皇后当前的逆位就会变成权杖皇后的正位，你的光芒、你的吸引力 ，OK， 你的这种 charisma 啊，你的这种个人魅力啊，将会得到一个最全面的、最自然而然的散发。所以你会吸引到更多的好机会，你也能够吸引更多的跟你有缘的人。好，我们来看一下。OK， 我们这里抽到的是权杖1的正位啊。那看来第一副牌的朋友啊，这个喜鹊带给你的好消息，还有一个新的机会耶，一个新的可能呐。这个权杖1代表着有一部分的朋友可能会有一次新的旅程 travel。也许你未来会有一次商务的旅行，或者是你会有一个个人的度假。
这个权杖一呢，还预示着有些朋友呢会迎来一个更高的职位、新的机会啊。Ace of Wands， 如果当前第一副牌的朋友，我看到你们是走在自己的事业之路啊，你在这个我们所谓的专业领域里面不断的突破、不断的攀登的话，那么权杖一预示着你将迎来别人给你的新机会，这个机会能让你走得更远，这个机会能让你走得更高。如果这是你当前心中之所求的话，改变自己的状态，能够更快速的、更加，我觉得是直接有效率的啊，把你心目当中所想得到的机遇带到你的身旁。好，所以呢，我们这边啊又回到了这个金星在处女了。我们看到的是宇宙将呈现给你不同的选项。那么这个选项啊，你看我们这边看到的。权杖一代表着无穷的机会，代表着好运，代表着未来一切的开启。那么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啊，你们心中所求的这个机遇，你们心中所求的新的开始，一条新的道路啊，已经出现了啊。以那个喜鹊呢，会带给你这个新机会。好，我们现在呢来最后看一下关于感情的啊，感情的能量是什么呢？我们今天看到是 deep in your heart， 在你心里的最深处啊 ，you already know the answer， 你已经知道了答案。Do what feels right， 去做你觉得正确的事情，采取正确的行动。这张牌呢给人的感觉啊，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对于爱情啊，当下你的这个爱情讯息。喜鹊带给你的这个爱情消息啊，你的心里知道答案。OK， 你的心里知道答案。当前呢，如果啊第一副牌的朋友，你跟某人是有一定的关联的，这个关联呢，无论是以任何的关系存在，宇宙说当前你的心里就已经知道这个答案了。也许你跟这个人呢，你看我们这边出现的是权杖10的逆位，你们关系当中存在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我们所谓能量的阻塞。也许呢是因为你太忙了，没有办法去关注到这个人的情绪，也许呢是因为你们两个人都非常的有压力，没有办法让你们的感情啊这个水元素得到一个自然的流露或者是表达，你们心里都知道要去改，要去变，那么现在呢就是这个去改去变的时机。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茶叶包，宇宙当前呢要给你的这个爱情讯息，来自喜鹊给你的好消息。我们来具体看一下，我们看到了一只船，他说的是钱、房子啊，通过这个继承的方式，赢得奖励的方式，或者是突然啊，windfall， 这个是天降横财啊，砸在你的头上。这张牌是一个非常好运的能量啊。这张牌呢是在讲啊，可能有一部分的朋友啊，你们的感情是不是跟钱和房子有一定的关系呢？就是你们的感情关系当中，关于金钱跟房子的事情呢，可能是不是当前你们矛盾冲突的一个焦点？那么这张牌呢，船啊，在说你们将移动起来，就是说这个船是动的嘛，在水里，船呢它是满载的，这个船里面有钱有房子。如果当前呢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关系里的矛盾是纠结于房子跟钱的话，那么这个能量会得到一种解决。这个继承呢，可能是你们的爸爸妈妈给你们支持，也有可能呢，你看我这边看到啊，你可能会有升职的机会，又或者是说你可能会有机会去转变你工作的地点。这个转变工作的地点呢，还会把你带到你恋人的身旁，你们从此啊就不用再去异地了。那么这样子呢，你们的关系啊也能够得到一个大的好转，因为一个现实的阻碍直接被拿走了。所以呢，在你的心里，你已经知道答案，你知道该怎么做，对不对？有些朋友可能会 travel， 通过这个旅行的方式啊，来到这个恋人的身边，去跟他和解，或者是跟他做一些我们所谓的连结。那么你们的关系呢，也会自然而然的变得越来越好。好，这是第一个能量。我们来看第二个信息。第二个呢，我们抽到的是一个包包啊，一个 bag，something important
哦，你看，真的哎，一个重大的消息啊！第一副牌的朋友，今天呢，喜鹊要告诉你的是一个新的工作，或者是一次新的升职。我刚才已经说过啊，这个权杖一呢，预示着可能有些朋友要改变一个工作了，开启一个新的道路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有些朋友可能会迎来真正的升职。OK，真正的升职啊，也许你的这个 title 会变，就是你的职位的名字会变。有些朋友呢，可能会接到老板给你的新项目，也许你会接到新的单子。金星在处女啊，这个能量如果是对应在我们的 value、我们的价值、我们所珍惜的所有物、金钱啊，那么这个包包里带满着所有的好运，是你心里想去得到的一些东西。在你心里觉得重要的、有价值的东西，你将获得。如果说当前啊，第一副牌的朋友，在你的工作里面，你觉得做得非常的疲累，你觉得实在是扛不住了，那么如果你心里想去换一个工作的话，宇宙说你会有这个机会。OK，你的人生下个阶段，宇宙告诉你啊，你有机会换工作。如果当前有些朋友呢，改变你的态度，重新寻找到你做这件事情的所谓的心之所爱，你对这个领域的热爱，你当时选这个领域的初衷和原因，宇宙告诉你，你即将得到的是升职、升官、涨工资，对吧？Rise，好，我们今天的最后一张牌。最后一张牌，我们抽到的是针跟线。他说，一个真诚的心愿将会被实现，宇宙要帮你实现一个你心里真正想去实现的心愿。第一副牌的朋友，你目前心中最大的心愿是什么？宇宙说，我要帮你实现。而喜鹊的到来呢，将会加速这个好消息的显化。祝福第一副牌的朋友，我觉得你的能量非常的好，请你们坚持啊！有什么想变的，有什么想去做的，勇敢的让自己啊回到从前的那个自己，记忆起、回忆起那个你最佳的状态，你将重回巅峰，甚至是再创辉煌啊！好了，那这里呢是第一副牌的朋友，今天为大家连接到的来自喜鹊带给你的好消息，祝福所有的朋友七夕节快乐！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二副牌组的朋友，你们呢选择的是这个虎晶石。好，那我们把它今天都放在这个美人鱼贝壳里面啊，这个宝石。好，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连接的是这个七夕节啊，七夕特别的一个时间段。那么宇宙呢通过报喜鸟喜鹊带给你的这个好消息。首先呢，第二副牌的朋友啊，我们这边的主牌能量是你抽到的这一个老鹰之眼，18号牌。这张牌第一个呢给我的讯息啊，就是有关于你的洞察力、你的眼光、你的思想。那么喜鹊要带给你的这个好消息呢，是跟你自己的思想可能有关系，可能跟你的想法有关系。OK， 那我们这张牌啊，老鹰之眼，它还有一个我们所谓的它牌卡带有的能量是说 rising above the fray， 意思是说从磨损当中升起。这张牌是什么意思呢？老鹰之眼呢，我们有的时候呢，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可能会沉浸在这个所谓的日常和琐碎里面，但是呢，通过老鹰之眼呢，它能够把我们带到一个更高的角度。这个更高的角度呢，它不仅仅是更高，它同时呢也代表着更远。所以这张老鹰之眼呢，它是在2个方向去提升当前第二副牌组朋友你们的能量。那么从高的角度来看，可能你会把你的这种所谓的当前眼前的小事情烦恼忧愁或者是有些朋友可能当下没有办法解开的这个结能够看得很清楚。当我们在这个我们所谓的沉浸在或者是落在了这个琐碎里面，我们就看不到整体的格局，对吧？那么老鹰之眼呢，就是能够让你看到一个大的环境，你现在所处的这个状况，它究竟是怎么回事？有的时候想要去破解当前的一个现状，或者是破解当前的一个难关，那么我们就需要去借助这个老鹰之眼，让我们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去看，
去分析、去比较，那么很多问题啊就是迎刃而解。第二个能量呢，老鹰之眼是让我们往前看。往前看的意思是说，我们可能有的时候啊，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很繁忙，我们每天都有很多的事情在填充着我们的时间。那么老鹰之眼的出现呢，是能够让你去往前看，你每一天的这个日常和习惯是否和你最终的目的性或者是你的目标性是完全一致，有没有什么地方是错位了，有没有什么地方它的方向感不对。那么这个时候呢，通过老鹰之眼的能量啊，你可以做一个调试，这样子呢，你可以在每一天的我们所花的这个时间呢是有效率的，你每一天投放的精力是能够得到最终的你理想实现的。所以呢，最后啊落在我们这里的数字能量18，那么在这个数字学里，18号代表着数字9，9号牌代表着理想实现，代表着我们最后心愿达成。所以当前啊，第二副牌的朋友，无论你现在所处的这个环境，我们目前所看到这个磨损是什么样子的状况，是什么样子的事，是什么样子的一种感觉啊，我都能够感觉到这个喜鹊要带给你的好消息，是让你彻底的脱离当前任何你觉得不顺的、不舒服的、不开心的境地。如果你当前觉得有一点找不到方向的话，那么老鹰之眼这个能量的降临啊，一定是能够让你清晰的看到自己的目标，看到自己的一个方向，看到自己当前的局面。好，那么我们把这个主牌先放这边。今天呢，我们还是会来验证一下啊，所以呢，我们现在啊，先来从验证开始，然后呢，我们再来具体的去看这个喜鹊要带给你的好消息，它的具体的信息和内容。我们首先呢，来连接一下第二副牌的朋友啊，来自你们当下的一个能量和讯息。我们来听听看啊，今天这个牌卡，我们用的是现代女巫，看看当前第二副牌的朋友啊，你们的一个目前的状况，你们的心态，你们的感受，我们来连接一下啊，来自你们的能量信息。好，这边牌比较的多，那么我的眼睛看到是这张牌，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啊。第一张牌呢，我抽到的是宝剑10的逆位 ，Everything is fine。这张牌呢，是这样子的啊。有些朋友呢，这边我连接到的能量啊，这个宝剑10预示着你当前的状况呢，已经到达了一个你没有办法去挣脱的一个状态。也许有些事情在你的生命当中，它其实已经在走向一个衰亡。有些事情呢，可能没有办法再去我们所谓的理顺，有些办法没有办法再去所谓的弥补，回到原来。有些事情呢，可能正在往终结的方向去迈进。这张牌宝剑10给我的感觉啊，你们受到了一些所谓的伤害，这个伤害有可能是这个我们所谓的身体上的，比方说生病了呀。这个伤害呢，也有可能是思想上的，比方说受到了别人的我们所谓的攻击，语言上的攻击，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 ，OK， 或者是有委屈，对吧？或者是你苦苦等待这个人给你的消息，却得不到回应，这都是伤害。有些朋友呢，可能是情感上的伤害啊，可能你觉得你的情感你付出了很多，但是最终没有得到这个人的回应，或者是你觉得你的情感仿佛是错付了对象这都是宝剑10的能量。因为这张牌呢，其实是一个比较我们所谓的就是状况已经到达了一个极致。那么这边everything is fine。当前有一部分的朋友呢，可能看向自己的生活某一个方面，你可能会觉得很糟糕，或者是你觉得很伤感甚至有一些朋友呢，可能会有一点绝望，因为这里是一个10的能量。但是呢，这张牌也在同时告诉我，有些朋友现在已经有一点冷处理了。冷处理的原因是无奈，冷处理的原因是当前你可能已经觉得自己无论再怎么努力无论再怎么样子去尝试，有些状况其实是不在你控制范围之内的。又或者是说你当前的这个状况和局面，包括你周遭的环境没有办法去改变一个东西。目前你生活当中的一个阻碍是没有办法一下子被移走的，这是一个现状，这是一个事实。
那么 everything is fine 这张牌在告诉我啊，你们正在学着去接受它，你们学着去所谓的适应它，尽管你们心里很不甘。OK， 那么宝剑十的逆位啊，有一部分的朋友呢，对于这个状况，现在呢可能还是有一点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应对它，所以你们在有一点像是被动的啊接受，或者是被动的停在了这个状况里，因为现在是一个逆位的，并不是一个正位的，所以有些朋友呢，在这个 everything is fine 的能量当中，可能在说服着自己去接受，说服着自己去理解，说服着自己啊去所谓的承担。好，我们来看第二张牌，关于第二组牌的朋友，你们的一个状态啊。来 Temperance 这张牌呢是节制牌，这张牌呢我看到的是什么呢？可能呢在你的生活当中啊有这样子的一个人，有这样子的一件事，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目前的你呢正在试图着去理解 OK 去理解，去所谓的希望通过自己的方法啊去解决它。其实我觉得这个能量啊，我读到的是来自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的一种智慧啊。这个智慧呢，也会让人有一点心疼。为什么呢？因为我看到其实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是一群心很大的人。当事情来临了以后啊，我这边其实没有看到很多的抱怨，我也没有看到很多的怨恨，我也没有看到很多的自暴自弃。相对应的呢，我反而看到的是啊，生活的磨损带给你的可能是无奈。可你却积极和勇敢的选择去面对它，解决它。甚至有些朋友啊，有些东西尽管不能够去当下改变和调整，可是呢，你却在试着让自己坚持过好每一天。我们所谓的啊，生活可能很无奈，可是呢，笑是过一天，痛苦也是过一天。这张 Temperance 给我看到的能量是你们在积极的、勇敢的选择快乐，选择笑着去应对生活里的无奈。OK， 这个是 Temperance 啊，非常好啊。这个能量出现在这里呢，我们也看到了大天使的一个清零。所以呢，有一部分的朋友啊，这个状态呢，一定会通过你们的选择性的吸引好能量，慢慢的，我觉得是回到平衡，慢慢的走向对你更加有利的方向。Temperance 这张牌呢，还有一个能量就是学习和成长。我觉得当前啊，第二组牌的朋友，如果有些事情你觉得很无奈，你觉得没有办法一下子改变，那么我看到在你的心态当中，就是学习怎么样与它共存。如果当前的能量呢是有关于身体，是有关于一些 illness OK， 那么你在学习怎么样去让自己好起来，用怎样的方式去调整自己。如果这个能量呢是有关于你的心态，有关于你心里啊一件你觉得很痛苦，但是又没有办法一下子解决的事情，那么你在学习着怎么样去与它共存。这个共存呢，可能是怎么样把心里的伤疗愈好，怎么样去看淡放下，怎么样去让自己啊，我这边看到是吸引不同的能量，又或者是说站在那个你当前没有办法理解的对象的角度啊，去看待整个事情的全篇和大局，非常的优秀啊！我觉得第二组牌的朋友非常的优秀，你们应该是一群很有智慧的族群。OK， 最后一张牌，好，这张牌就不要了。来，我们看一下这是什么呢？圣杯侍者。好，圣杯侍者的能量呢是这样子的。我听到当前啊第三副牌的朋友，你们现在呢有一点点关闭自己的心，你们有点不太去相信别人了。有一点不太去相信了，也许呢是因为你曾经所面对的这个世界啊是有一点冷漠的，是有一点残忍的。宝剑十的逆位，你其实受到的这个伤害是不小的啊，这个伤害在你的心里是隐隐的，是默默的。你在勇敢的选择去疗愈的同时，你也同时学到了这一个所谓生命里的课，你也知道了有的时候啊，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去从外在的一个表现去判断一个人的真心，是吧？那么圣杯侍者呢，让我感受到的是你的心地非常的纯善，非常的天真，非常的无邪。但是呢，有的时候啊，可能你的天真善良会被一些不好的人所利用。OK， 那么 Page of Cups， 你在勇敢的去保护自己的心，这一点没有任何的问题，其实是非常有必要的。
啊，其实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呢，唯一的一点点可能你需要注意的就是，当你的身边有人想给你，比方说帮助，当你的身边有人想给你关怀，当你的身边有人想给你一些，比方说他们对你的好意啊，也许呢你也会很谨慎的去，或者是不接受啊，谨慎的接受或者是不接受。因为我看到的是来自第二副牌的朋友，目前你的心呢是比较关闭的。OK， 你们正在一个学习加疗愈的过程里面，所以你对新的能量啊是比较关闭、比较抗拒的。好，来，我们讲到这边呢，就来看一下啊，看一下我们今天呢这个主题，因为我们的验证就已经做完了，我们要来看的是喜鹊啊，要在这个地方给你的好消息，关于你人生下一个阶段的美好，都是些什么呢？我们当前的这张牌呢是感情讯息，我们最后来看。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为你们抽到的啊，这个呢是一个星座能量。今天呢第二副牌的朋友，我为你们抽到的是太阳在天平啊，这个图片的形象我觉得非常像阿波罗神啊，太阳神，好，首先呢来讲一下太阳啊，其实太阳呢是我们所谓的最重要的一个星，虽然它不是行星，但是呢它是我们的所谓的来到这个地球所谓的星盘当中，或者是命运命理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能量，它代表着我们今生要去走的这条路，在我们最好的状态里面，我们的感觉是什么？所以这张牌啊，首先呢，我觉得第二个牌的朋友，我们抽到了太阳，说明呢。你人生下一个阶段的美好啊，其实是要走入自己的命运之路，或者是走入自己你感觉到最舒服的状态，它的显化是怎样的？那么第二个呢，是在天平，天平的能量大家都知道啊，它是一个那个秤，对吧？那么天平呢，它代表着和谐，代表着公平，代表着正义。天平呢，也是一个非常我们所谓的审美审美能力非常强的一个星座，或者是说天平也是一个非常爱美的能量嘛。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和谐啊，从牌面的能量呢，它指的是精神和物质世界的和谐鸟儿呢代表着精灵，代表着这个 spirituality。那么这个太阳神做的这个土的那个鼓包上面啊，就代表着我们的土地啊。所以呢，这边代表着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的一个平衡。那么从当前这个太阳在天平呢，我其实感觉到的是这样子喜鹊呢今天要带给你的这个好消息，关于呢你下一个阶段的美好，其实呢是要把你带到一个和谐的、平衡的、有爱的状态里去。如果呢我们去对比当前你的状态和未来的这个人生阶段的话，我觉得其实当前第二副牌的朋友，你可能生活当中有一些能量失衡了这个宝剑十和圣杯侍者的能量在告诉我，有些地方是失衡的状态，但是呢，你正在努力的去学习怎么样去调整，把自己的生活呢重新带回到这种和谐的、平衡的状态里来。这也是你下个阶段呢，我觉得会成就的一个状态，就是和谐。那我们现在呢，来具体看一下，来自第二副牌的朋友具体的喜鹊要带给你的好消息，具体的内容。我们来抽几张塔罗牌看一下。好，请周告诉我们哦。好，我们看到第一张牌呢是权杖十的一个正位。第二张牌呢是宝剑三的一个正位，宝剑侍者的正位，好，我们来把牌抽抽看还有什么样子的能量呢？喜鹊要带给你的好消息。圣杯二的正位，
最后一张牌呢是金币6的正位，好，非常的好啊。我们来看一下，喜鹊要带给你的这个好消息究竟是什么内容？这边呢，我觉得第2副牌的朋友啊，你们的好消息呢，其实是有大概2个大的方向啊。这2个方向呢，其实是稍稍有一点不太一样的。我们现在呢来看一下，首先呢，我们来讲第一个好消息吧。第一个好消息呢是这样子的。其实呢，喜鹊要告诉你的是什么？当前呢，在你的这个状态里面，我们刚才已经分析了，在你的状态里面呢，其实你会遇见的是有些事情啊，也许你当下还没有办法看明白，没有办法看明白就没有办法走出来。但是呢，在你具体的生活里啊，你可能会发现，如果你不主动的让自己看明白，或者是我们所谓的让自己真正的清醒，你就可能会遇到的是压力，你就有可能遇到的是宇宙带给你的一些我们所谓的怎么讲呢？也许你现在所经历的这个痛苦，或者是你当前所经历的这一个背叛啊，或者是这种让你没有办法去面对的这个状态啊，你就会看到它切实显化在你生活的一些部分。就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权杖十，当你看到就是从思想到我们的显化的过程，当你看到有些事情你已经无力承担，或者是你已经没有办法再坚持了，你就会自然而然的去接受这个状态。所以我们其实看到是宝剑十逆位、权杖十正位跟宝剑3同时的一种显化，就有点像什么呢？就说 OK， 生命当中可能有这样子的一个能量，让你觉得很无语，让你觉得很痛苦，让你觉得你其实是需要去改变的，但是你又有一点回避，有一点去让自己逼自己去接受的话，那么宇宙就会告诉你，你逼自己接受其实未必是好的。这个接受啊，有一点像是什么逆来顺受啊，不要逆来顺受。宇宙说你逆来顺受将接到的是更多的痛苦。这个权杖十就是真的把你压得受不了了啊！在你的生活当中，你可能会觉得背很疼脖子很酸腰也很痛你会觉得你自己承担了这个千斤的重量在自己一个人的肩头。宇宙说不要去逼自己去接受一些不该你接受的东西，有些东西不该你承担，你何必要苦了自己呢？有些东西可能是别人给你的要求，别人给你的不公平的对待，这个时候你不要去我们所谓的隐忍，对吧？不要去隐忍。权杖十的正位在告诉我，你隐忍的结果就会把自己压垮。那么这个能量不会待很久，就是一下子这个能量的爆发，它的显化就是让你意识到你需要去真正的面对所谓的这个现实。这个现实就是可能有些朋友遭到了背叛，这个现实就是有些人呢不可以相信，这个现实呢就是有些人他就是伤害了你，伤害了你就是伤害了你他伤害了你就伤害了你，他不要去拿这个糖衣的这个包裹，或者是所谓的甜言蜜语去让你去我们所谓的去承担他的不忠。OK， 有些人呢，可能在你的生活当中他是用那种糖衣炮弹在攻击你，他的每一次对你的攻击跟伤害都是带着糖的，都是带着蜜的，所有的糖，所有的蜜裹在中间的都是一把剑插在你的身上那么我感觉到就是第2副牌的朋友，可能你心软，你不想去所谓的让他失望，你心软，你不想去伤害他，你心软，你想去我们所谓的他求你，然后你就接受了，他说让你原谅他，然后你就原谅了。但事实上这样子的一种妥协，它会给你带来更多的痛这个权杖十。那么宇宙呢会用这种方式告诉你，你需要去接受一个现实，这个现实就是伤害你的人他就是伤害你了，他伤害你了，你就要想办法怎么样让自己好起来，并且不让他再有机会伤害到你。所以当前呢，你跟这个人的关系，或者是你跟一件事情的连接，你需要去睁大眼睛，用我们今天你选用的这个鹰之眼，帮你真正的看清楚和看懂，无论是这个局面、这个环境、这个人，他究竟是什么。你一定要看清楚，你不要自己就是闭着眼睛去逃避。我觉得当前你要拿这个放大镜和这个鹰的眼睛仔细看，往上看，往前看，一定要把它看清楚了。那么宇宙呢也会在这个地方帮助你去从所谓的这个人的心态，或者是这件事的本质，到它具体的显化，让你更加明白这个所谓的阻碍有多大，
这条路可能不通，你一定要接受这个所谓的此路不通，此人不可信。OK， 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你一定要接受它。那么当你能够看清楚、看明白以后啊，我这边看到了啊，你的这个所谓的喜鹊的好消息就来了。首先呢，第一个好消息是什么呢？就是有些朋友可能当前还没有办法去勇敢面对的一个人，当前还没有办法勇敢面对的一件事情，你会在这个好消息的到来之际啊，勇敢的提问，勇敢的去追问，勇敢的去看向或者是争取属于自己的权益。有些事情啊，其实呢不是因为你不行，不是因为你软弱或者是你好欺负，其实我感觉到第二个牌的朋友是因为你可能心很大，就是想包容他们啊，然后呢你可能不想去承认这个人他的内心是黑暗的，或者是你在投射着你的善良在对方的身上。那么我看到这个宝剑侍者啊，就是在说你会开始理性的面对，理性的看待你现在生活状态里的一件事或者是一个人。那么同时呢，宝剑侍者他也在预示着你会收到很多的新消息。这个新的消息呢，可能是来自于关于这个人这件事的一些事实。这个新消息呢，也有可能是对于你接下来的人生选择、你的新机遇的一些你可以看到的一些可能性。同时呢，这个宝剑侍者也在说明啊，你会通过自己的学习 temperance， 通过自己的学习、自己的研究、自己的一些探索吧，去找到这个新的方向，去看到自己所谓当前的状况以及你未来的目标。鹰之眼，喜鹊要带给你的好消息，人生下一个阶段的美好。其实我会觉得第二副牌的朋友，你在选择重新开始。OK， 太阳在天平，你在选择重新开始。我觉得你在离开一个状态，这个状态呢是从失衡的状态回到和谐的状态。在和谐的状态里面，我们看到了太阳，我们还看到了圣杯二。圣杯二呢是在指你将遇到心中之所爱。这个心中之所爱呢，有些朋友这个能量呢是预示着你可能会遇到一个真正对你好的人，一个真正懂你的人，一个真正爱你的人。还有一些朋友呢，这个圣杯二预示着，如果这边我们看到的是一件事情，它在让你非常的委屈，让你非常的痛苦，那么你将遇到真正你喜欢的事情。这里呢，有的朋友他其实预示着你可能会遇到你喜欢的团队，你喜欢的公司，你喜欢的事情，你可以去做自己心里喜欢的，同时这件事情还是特别适合你的。OK， 这个是圣杯二那么最后的一张牌呢是金币六，这张牌预示着你的生活来到了一个和谐和平衡的状态，你将受到的是最公平的礼遇。什么叫最公平的礼遇就是有些朋友呢在这边我看到，如果当前你觉得这个状态它是来自于你的，比方说工作环境里的一些能量的话，那么你将遇到的是你喜欢的团队，并且给你公平的金钱的回馈。OK， 你的能力被他们认可，你的这个才干被别人所看到，并且呢，别人是愿意给你钱的，别人是愿意为你的价值买单的，而不是让你像之前一样，你做了很多，别人可能还不念你的好，你做了很多，别人还把它当做理所当然。如果当前呢，我们看到这个宝剑十是有关于你跟某人的关系的话，那么这个喜鹊要带给你的好消息是在讲，你将遇到一个真正心疼你的、喜欢你的、爱你的人。这个人呢，还非常有可能是你的灵魂伴侣。你们两个人是以和谐的、公平的 ，OK 礼遇，也就是在讲你们两个人的爱非常的平等。你的给予，他的给予很对等，你愿意接受他给你的爱，然后呢，对方也愿意去接受你对他的好。那么在金币六这里呢，预示着你们两个人有很好的陪伴，并不是空等。OK， 不是空等，不是给你画一个所谓的大大的圆圈呢，告诉你未来会有多美好，但是实现的和兑现的承诺却非常的少。金币六的能量是在讲你们两个人呢说到做到。愿意去给予，愿意去付出，两个人就像是唱这个乐章一样非常非常的和谐。两个人呢，愿意在这段关系里共同的去滋养，共同的去发展，共同的去我们所谓的培育这段关系。
所以说啊，这边第二个牌的朋友，我觉得宇宙呢当前啊，通过这个喜鹊要带给你的好消息，其实很重要的一笔啊，就是要去勇敢的看向你现在的现实状态，勇敢的让自己啊去迎接未来的美好。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啊这边的关于这个感情的一个能量啊，爱情的讯息。今天抽到的是平衡。他说爱呢不仅仅只是去同意，为了这个同意而同意啊，一个伟大的关系呢其实是相互支持、相互挑战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一段好的关系啊，它不仅仅是两个人去支持彼此，有的时候呢，在一段好的关系里，其实是相互的成长。成长就意味着我们要能够看到自己的不足，并且把自己的不足啊填充起来，这样子才能够更好的去成长。就像我们讲的啊，查漏补缺。那么当前呢，也许有一部分的朋友啊，跟某人的关系属于那种，我们所谓的可能想得到爱得不到，或者是想得到某种样子的一种状态，想得到某种承诺，想得到关系的进阶，但是迟迟的推进不了。甚至有一部分朋友呢，跟当前的这个人的关系啊，其实已经走到了所谓的末路里面。那么当前呢，宇宙再次在告诉你啊，如果关系失衡的话，你们就要把关系重新回到平衡的状态，无论是跟之前的人，还是说去遇见新的啊，跟你有关系或者是关联的人。好，这边补充一个信息啊，这边呢，我刚才听到一个能量是在讲，如果当前呢第二副牌的朋友，你跟某一个人的关系啊，当前是处在一个很卡的状态，但是呢，你又想跟这个人修复，或者是你想跟这个人的关系能够变好的话，那么我们这边也出现了和解牌，就是这个圣杯二。也许你们两个人通过这一段时间的共同的面对，以及你们两个人在磨合期当中的种种，你们终究会意识到现实里你们两个人关系里的问题是什么，并且你们两个人会勇敢的、大胆的一起去我们所谓的找到这个方法，去学习怎么样让两个人的关系可以修复。那么圣杯二呢，就表示着这段关系修复的成功了。金币六呢，表示着这段关系将走向一个非常健康、非常和谐的关系里去。好，我们再回到这个 balance 啊，这个 balance 呢，其实有的时候啊，我们看到的这个所谓的挑战，如果我们在关系当中有一个人，他一味的去，比方说，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啊，打个比方，可能他会太过于的去喜欢工作，而忽略了这段感情里需要的陪伴。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作为感情的另外一方啊，要勇敢的去挑战，也就是说，让对方知道你这样做是不对的，你这样做是不好的，你这样做呢是会让关系最后失衡的。所以呢，这张牌也是在挑战着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敢不敢勇敢的去争取这段关系的和谐？也就是说，去提出一些当前关系里的问题。一段关系啊，其实它没有所谓的永远都是在一个完美的状态里。时不时的就有可能失衡，时不时的有可能就是走偏了。这个时候呢，其实也没有关系，重点是什么呢？两个人一起去维护这个平衡。也许有一个人要先提出来，因为对方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有的时候呢，当对方做错事情的时候，那么感情的另外一方呢，要勇敢的指正。这样子啊，如果两个人一个愿意去改，一个愿意去学的话，这段关系就会永远的去我们所谓的evolve。去蜕变，去朝向一个更好的方向进阶，那么大的方向就永远都是好的，大的方向就永远都是平衡的。那么在细节当中，你们要去做的修复，你们要去做的沟通，你们要做的调试，那只是生活里的油盐酱醋里的一点点，对吧？好，我们这边啊，爱情的讯息，爱是需要去 OK 挑战和相互支持的，这个是对应在很多当前啊有感情关系的朋友啊，你们要去想一想，如果当前的关系是失衡的，那么有什么样子的事情你们可以去相互的支持，还相互的挑战，这样子呢，让你们的关系重新回到平衡的和谐的状态里来。我们来看最后的啊，今天的爱情讯息，喜鹊呢要给你的好消息。第一张牌我们抽到的是花环，这张牌呢是在讲啊，一个悲痛即将结束了。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啊，这边呢有一个这个宝剑十的能量，我觉得有些朋友当前可能还没有办法完全的走出来，但是呢，喜鹊给你的好消息就是我们所谓的用鲜花去结束悲痛，礼遇的
有礼貌的去结束所有一切的悲伤。我们用喜悦的花儿，用美好的花儿啊，去结束掉一个不对的关系、不对的事情，并且呢，我们满怀希望，满怀我们所谓美好的去迎接未来的和谐。好，第二张牌呢，我们抽到的是一个真，这是一个新工作和新的事业。所以呢，有一部分的朋友啊，第二组牌的朋友，这个难过的事情呢，可能真的跟你的工作有关。这个工作里呢，可能会让你觉得很委屈。这个工作也许你付出了很多，但是呢，可能没有得到别人对你真正的认可，也没有得到所谓的你该有的回报。这个回报应该是跟金钱有关的跟名誉有关的，跟这个地位有关的。那么宇宙当前呢，给了你一根针，意思就是在讲，如果你想去改变，去寻找新的机会、新的工作、新的事业，那么喜鹊要带给你的这个好消息里面就有这样子的机遇。只要你愿意的话。好，我们的第三张牌，这个牌有点多，看一下啊。好，我们这边有2张牌都翻开了这个还有个耳朵，然后还有一个空空的椅子。空空的椅子呢，讲的是有人正在离开你的生活。这张牌我们之前其实有抽到过在不久之前的一个占卜里面，有些朋友呢可能会又抽到这组牌，说明呢可能是在这个生活当中有人正在离开。也许你愿意，也许你当前不愿意，但是呢，宇宙当前正在把一个不对的人带离你的生活。同时呢，我们还看到了一个耳朵，耳朵呢是在讲，在不久的未来，喜鹊呢会带给你一个好消息。我们今天呢连接的也是这个好消息我感觉到有些朋友其实你当前改变你生活的状态，它对你带来的改变，它不是单方面的。有些朋友呢可能是通过改变一个工作而改变了自己的事业，同时还会改变自己的爱情运势。有些朋友呢可能会因为改变跟某个人的关系的连结 ，OK， 不仅仅改变了自己当前我们所谓的情感的一种连结，情感或者是感情的一种感受从这种很无语很绝望变得开心和快乐。与此同时呢，也会为你的财富运势带来加持。所以呢，这边其实第2副牌的朋友，我感觉到你们当前呢这个生命当中的一个变化，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这个变化呢，它不仅仅把你带到是单方面的一种，我觉得是改变，同时呢，它会把你带到一个整体的平衡状态里。这个状态里呢，包括你的情感生活，包括也许你的身体状态，还包括你的金钱、财富、事业的一个运势它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感觉。所以当前第2副牌的朋友，宇宙呢通过喜鹊带给你的这个好消息，希望你能够用这个鹰之眼的能量让自己真正的看清楚、看明白生命当中这一个黑暗的能量是什么，勇敢的去我们所谓的笑对这个结束。有些东西呢，它的结束跟离开，虽然呢可能会让人哭泣，或者是说虽然可能让人觉得是一种损失这个东西没有了，但是呢有的时候这种离开其实是真正的带给你新的、更好的、更大的。所以说当前的第2副牌的朋友，请你们勇敢一点勇敢的从当下这个磨损的状态里面去看清楚、看明白，去看清楚、看明白这个，无论你可能再怎么样去努力，或者是无论你再怎么样去坚持，都没有办法去获得真正快乐的一个局面。让自己勇敢一点去笑对这个离开，去勇敢的接受这个离开。那么你去寻找的新机会，你去寻找的新的遇见。所以第2副牌的朋友，我觉得今天呢宇宙要给你的这个消息就是让自己能够用你的智慧的双眼去勇敢的从当前局面里的磨损，也就是你现在状况里的一些不好的能量当中去勇敢的面对。面对以后呢，我们所谓的献上这个花环，也就是说用这个仪式去结束掉一些不对的、不好的。那么在这里呢，你将看到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位子被腾出来。这个位子腾出来之后呢，就会有新的人、新的机会去填充这个你生命当中这个宝座之位。那么你将获得好消息。
宇宙在这边已经告诉你了，只要你勇敢一点，你将获得宇宙给你的好运，你将接收到听到好消息，你所求的未来你所求的未来，无论是新的工作机会，还是新的情感机会，宇宙说都会为你奉上都会为你奉上，请你加油，请你相信。好了，那这里就是选择到第2副牌的朋友今天呢我们所连接到的这个喜鹊要带给你的好消息的所有的内容。那么希望这些信息呢能够帮助到你，也祝福所有第2副牌的朋友七夕节快乐。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3副牌组的朋友，你们呢选择的是这一颗绿色的萤石，那我今天呢都把它放在美人鱼的这个贝壳里。好啦，那我们今天呢要来看的这个主题是说喜鹊要带给你的好消息。我们呢恰逢2023年的七夕情人节的一个时间段，所以呢我们要来连接在这个七夕的能量磁场当中，喜鹊带给你如何的好消息。无论今天的好消息呢是在什么方面，我们都会为大家来揭露一下关于喜鹊要带给你的爱情讯息，关于你人生下阶段的美好。好了，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始了。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第3副牌的朋友，你们所抽到的这张主能量牌卡。我们这里呢是 Jeweled Web 挂满宝石的网路。这张牌呢，其实当我抽到它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种非常玄妙的感觉尽管呢，这张牌卡它的背景颜色可能是深深的绿色，但是呢，却能够感觉到这种很水润的、很有灵性的 ，OK 这种感觉那么这张牌呢，我觉得跟这个连结，我们当前的关键词也是跟连结有关，而且呢，这个连结，我觉得是跟你的情感当中的一些能量是深深挂钩的。那么在镶满宝石的网络里面呢，我们也看到除了这种水珠般的 OK 这种水滴，我们也看到了金灿灿的一些像种子一样的种种不同的能量，包括我们下方看到这个树桩里面飞出的蝴蝶。所以呢，有一些改变，有一些美好的东西即将被酝酿出来，而且呢，在你生活的当下，很多事情都是紧密相连的，它们并非单独的一个存在。OK，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是想着身体 ，OK， 我们的情感，然后呢，我们的工作，但事实上无论是我们的身体、情感还是工作，它们还是整体连接在一起，为我们创造一个美好的、幸福的每一天。所以呢，我们今天这个是主能量，我们先放在这里。然后呢，我们今天要来为大家首先验证一下验证的是说你当前的一个能量状态，然后呢，我们进一步的去连接关于这个喜鹊想要带给你的这个好消息究竟是什么具体的内容。好，我们来验证一下来自第3组牌的朋友关于你们当下的一个状态。今天我们用到的是这个现代女巫塔罗牌，来我们看一下你当前的一个状态是如何的呢？请宇宙给我们指引。你的心中有什么样子的期待吗？你的心中有什么样子的忧愁吗？ OK， 请宇宙告诉我们关于你当前的一个状态是什么样子的呢？感恩宇宙。好，我们这边出到的是看2张牌因为这2张牌都是直接映入我眼帘的。我们今天抽到的验证能量，首先呢，第1张牌是权杖4的一个逆位，然后呢，我们看到了金币2的一个正位。首先呢，我看到是当下呢，其实第3副牌的朋友你们现在呢状态，我觉得有一点点忙碌。对于有一些朋友呢，这种忙碌可能会带给你们的感受就是生活有一点乱，你们的生活当中最主要的一个重点没有被你们抓得很清楚，或者是说你们清楚当前生活中的重点，但是这个重点它不仅仅是一个方面。所以呢，有些朋友当前
你们所想去到的一个前方，它带有非常综合性的能量。也许你们不仅仅在前往你们的，比方说生活下一个阶段的稳定，你们还在我们所谓的寻找你的伴侣，不仅仅是你一个人获得成功，而是要有人陪你一起去分享你的成功和喜悦。我们今天看到啊，权杖4的逆位，这张牌呢有2个寓意。第一张牌呢，第一个能量是说，有些朋友当前在生活的当下，有很多的工作，有很多的责任，有很多的事情围绕在你的身旁啊，你会比较的忙。那么因为你很忙，所以呢，你可能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去参加朋友的活动，或者是说给自己安排活动。现在的你呢，生活被其他的能量所占据，你没有办法脱身。有些朋友呢，可能非常想去旅行，有些朋友呢，很想到别的地方去走走、看看、瞧一瞧，但是由于你当下的责任以及你现在生活当中的一种条件，没有办法让你去开启这样子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阶段或者是一个事件，你没有办法真正的去走，所以呢，你现在被限制住了。权杖4的一个逆位，你不得不在当下的一个环境或者是当下的一个状态里面去维持现状。当然了，这个能量还有另外一种极端呢，有些朋友这边我看到的是你有太多的活动围绕在你的身旁，这些活动可能来自于不同的人对你的邀约，这些活动呢也有可能是因为你的工作的需要，或者是你目前生活状态的需要，你不得不去参加很多的活动。有些活动呢，也许你想去，但是有些活动呢，你是不得不去。所以我们在这个金币2这里看到的是左手一个金币，右手一个金币，你在左右的摇晃。但是呢，我在这张牌里看到很多朋友就是说你在去参加这些活动的时候，也许你也会感受到不同的活动给你不同的一种就是感受。有些活动可能你觉得虽然说没什么意思，但是呢，你去了可能就会维系一个关系，维系当下的一个状态。所以你的这种所谓的都迁就着，谁都不得罪，或者是都维系着，也是你目前的一个心态。有些朋友呢，可能需要做一个选择，或者是你需要去度过一个阶段，或者是度过一个坎子。那么当你度过以后，其实你是需要做选择的，你是需要做决定的。当前的你比较像是还没有做出决定，你在心里还在酝酿着，或者是你当前呢两边都不想得罪，两边都需要去应对，所以你在两边都迁就着，你唯一的选择就是妥协自己。因为你现在还没有真正的想好究竟要怎么样去更加集中的、更加有选择性的、更加为自己着想的，或者是为自己做这个决定我当天是这种感觉了。所以有些朋友呢，可能现在你也在尽你的所能去收集你需要的信息，去收集你需要的一些指引，去看一看究竟你接下来要做的这个决定该怎么做，该怎么选，才会让你真正的迎来我觉得是成功、幸福和稳定还有快乐。好，我们再来看关于你当下的一个状态，宇宙怎么说呢？金币8的一个逆位，这张牌呢有关于技术，有关于你的专业。有些朋友呢，当前我觉得你呢可能是很想在某一个领域就是有非常好的建树，或者是在某一个领域呢可以出类拔萃，但是呢你的这个想出类拔萃的领域里面有比较多的一些困难。有一部分的朋友呢，可能在你的专业领域里面遇到了一些瓶颈。遇到了一些瓶颈，你可能觉得虽然你努力花了很多的时间，但是呢，好像离突破总是有一点距离。可能每次呢都到达了突破的那个关键的时候又觉得好像突破不过去了。金币8的一个逆位。还有一些朋友呢，当前呢，我觉得你其实是需要更多的时间和自己的一个空间来把自己的专业做得更好。这边呢，可能需要去进一步的学习，进一步的去跟老师探讨，进一步的让自己沉浸在你的这个领域里面。但是呢，由于你的外界环境，有人在拉着你出去玩，有人拉着你出去应酬，或者是你的时间被别人安排了一些去，可能是责任，可能是友谊，
可能是亲人和朋友，所以你现在呢需要的是更多的时间静下来。Eight of Pentacles， 有些朋友呢也是当前你的一个心态，也许你觉得其实有一个你很想去突破的一个专业领域，或者是一个方向，你想要自己更加沉浸的在这个里面去创作，去投入时间，去投入精力，那么去等待有一天你可以卓越，你可以去取得很好的成就。但是现在的你呢，可能心里就是有很多的其他的想法，也许你在很多不同的方向都在所谓的投入精力。OK， 所以你现在呢可能也在反思有些朋友我觉得你在反思，这个呢可能是跟你的个人的一个人生安排有关系比方说你在反思着，你现在呢给自己好几条路，好几个选项去选，都在投入你的精力，可能是你的主业，可能是你的副业，可能是你的感情，可能是你的家人，你都在给时间给精力。但事实上呢，当你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回头来看，你可能会觉得自己就是没有一个很显著的一个成绩，没有一个很显著的一个提升，所以你现在呢可能心里就有点想去重新规划一下自己了。究竟是所有的地方都投入精力，看哪一个能够先出结果，还是说去选择一个你心里觉得最想要去获得成功的方向，并且在这个地方专攻和投入你最多的专注力呢？我觉得这是你心里可能当下的一个想法，或者是你可能在考虑这件事情。有些朋友呢可能是工作里既有主业又有副业，又有兴趣爱好，又有什么样子的培训班，你呢可能在不同的地方都撒网，广撒网，然后看哪个地方能够遇见更好的机遇，能够让你比方说无论是在成功的方面还是在金钱的方面能够得到一种突破跟提升。但是呢我看到的是你试了一段时间，就是用这种广撒网的方式试了一段时间，但是一直都没有进入到你想看到的结果，一直都没有突破成功，所以你心里有一点想去收缩这个选项，收缩你的网，收缩你现在能量投入的专注力量也许有些朋友呢会从工作副业变成只工作，有些朋友呢可能是工作副业变成只把副业当主业，有些朋友呢可能一边工作一边去比方说创业，那么也许呢你在想的是不再工作只创业，或者是说创业不适合你，你想回到职场去做好你的工作。我会感觉到当前第三副牌的朋友，你们在想这个问题，怎么样让自己可以选择一个方向，并且钻进去，只有钻研进去才能够取得你心里最想要的成功和稳定。OK， 所以有一个选择，有一个决定，其实也是在你当前的一个状态里面的。好，这个呢是我们今天的一个能量的验证有些朋友当前我们刚才看的可能是工作方面，那么在感情方面的一个验证呢，我会觉得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现在呢还不是跟一个人定下来的时机，你现在呢可能会觉得说跟这个人还没有办法走入一个稳定的状态，你现在呢还在有一点踌躇，有一点犹豫，又或者是说你在期待跟某一个人真正的定下来，稳定下来，甚至是结婚，可是呢在你们的关系当中有两难的抉择，可能是异地，可能是跟家庭有关的事情在你们关系里卡住了，你现在没有办法真正的跟这个人我们所谓的非常非常投入的，非常专注的一起去向前发展。OK， 权杖四的逆位，你们在最后的一个我们所谓的承诺的地点的前面停了下来。有些朋友可能跟这个人就要结婚了，就要订婚了，但是呢结婚跟订婚的事情已经提上议程，但是呢却发现时机不对，有些事情没有办法立刻解决，有些事情没有办法立刻的让你们两个人举行这个庆典，所以你们现在呢在想怎么样才能够让这段关系真正的踏入一个稳定的状态，怎么样让两个人真正的可以走入成功，好不好？这边呢有一部分朋友也有可能是感情里的能量，你们在想的是自己跟某人的关系。 OK， 好，
这里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验证啦。那我们今天呢，其实第3副牌的朋友，我们既看了有关于工作里的一些能量啊，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关于感情里的，我们也看到了感情里的一些事情啊，所以我们把它放在这边。接下来我们来具体的问宇宙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喜鹊带给你的好消息。那我们今天呢，首先来看一下这个我们这里有2张提前抽到的牌，这张呢是爱情相关的讯息，等会儿我们来看。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星座牌，今天呢为大家抽到的是月双子，这张牌讲的是适应性。这张牌呢，其实出现在这里啊，我觉得，首先吧，这个是月亮能量嘛，那么月亮呢是跟我们情绪直接关联的啊，月亮是我们在白天把这个面具遮下之后，我们的那个真实的自己，那个有血有肉、有快乐有悲伤的自己，而不是我们像白天一样啊，戴着一个好像什么都无所谓的面具。那么在月亮的能量当中呢，我觉得啊，第3副牌的朋友，喜鹊带给你的好消息是有关于你情感的情绪里的一些相关事宜。第2个呢，我们的月双子啊，双子能量呢，它是一个风向的能量。我觉得有些朋友呢，可能会通过一种语言的方式啊，或者是去创造一些深深的情感连接，通过语言的方式去流露你真实的感情，通过语言的方式去和你情感有关联的人深深的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也许是跟他们和解，也许是让他们真正的明白你的心，也许是有人想通过他的我们所谓的不是直接的表达他的情感，而是用语言或者是有一点怪怪的方式让你看到他对你的心意。当月亮进入到风象能量的时候啊，情感的表达其实是被转换了的，不像在水象宫位里那么的直接，那么的明了。当月亮进入到风象双子能量的时候啊，可能呢会有一些我们所谓的滔滔不绝。滔滔不绝呢，就是在流露情感，只是说通过一种语言的方式去表达、去表现。所以说我们现在啊，来具体看一下第3副牌的朋友，喜鹊要带给你的好消息究竟是什么呢？感恩宇宙。好，我们这边呢，首先出现的牌卡是金币1的逆位。第2张牌呢，我们这里有一个命运之轮，喜鹊要带给你的好消息，感恩宇宙。宝剑国王，节制的逆位，最后一张牌，宝剑皇后。好，今天呢，我们的好消息啊，我要分开来讲。首先呢，讲第一个好消息。第一个好消息呢，是有关于当前啊，我觉得是有关于金钱、财富和工作方面的内容。首先呢，我看到啊，关于你接下来宇宙要给你的这个人生下阶段的美好，很重要的一个能量，就是从2边都要去照顾，变成有专注力、有重点。这个金币1啊，虽然当前是一个逆位，那么这个逆位的能量呢，其实是一种转换。有些人呢，可能是从金币2慢慢的往前，但有些人呢，可能是从金币2回到金币1，再来往前。什么意思啊？有的时候呢，我们在经历着这个金币2的时候啊，其实它就是一个选择性。当我们手上有很多机会，当我们手上有很多选项，当我们手上有很多决定的时候，我们其实就需要去做一个抉择了。
第三组牌的朋友，有很多的重大决定啊，在你当前的能量里面，你要去准备把它给做了，那么你人生的下个阶段的美好就会直接的被你显化出来。那么在这个能量当中呢，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决定呢，就是重点。生活里的重点是什么呢？虽然说生活里啊很多事情都是紧密相连的，但是呢，你需要有一个重点，你需要有一个重心。当前呢，在金币2这个地方啊，我觉得有些朋友呢，可能是在这个工作事业或者是金钱财富方面啊，可能两边都在照顾，有两条路在走，或者是两边都在尝试。但是呢，我感觉到的是啊，喜鹊要带给你的好消息是让你看清楚哪一条路能够带给你最多的富足，哪一条路能够让你真正的我们看到这里金钱的显化，带你通往一条丰盛的道路。每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有些路呢未必是一条最好的路，有些路呢未必是一条我们所谓的当下的一个好的选择。而且呢，针对每一个朋友可能这个方向和这个选择都是不一样的。刚才我讲过，有些朋友呢可能是主业副业同时开展，但是呢，针对你当前个人的一个情况，也许呢主业更好，但是呢，另外的一些朋友可能副业更加适合你。有些朋友呢可能一边在上班一边在创业。那么金币1的一个逆位是从两条路或者是两条腿走路变成选择一个真正你觉得当下适合你的。你之前呢如果是在尝试，那么喜鹊要带给你的好消息就是通过不同的尝试来看清楚哪条路不通，哪条路是真正适合你的。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去上班，也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去创业。权杖4的逆位在告诉我，有些朋友已经看到了，有的路不适合你，有的路其实行不通，有的路可能不好走。当你看清楚了这每一条道路里面究竟哪一个更加适合你之后呢，你就可以收回你的能量了。金币1重新回来，从广撒网就是各种都尝试，然后变成了看清楚了究竟哪一个路线最能够得到你心里所想接到的丰盛，哪一条道路宇宙给你的奖励最多最好最喜欢，那么你就走入这条真正的属于你的道路。金币1，所以是从2回到1的能量这个是一个选择的一个能量这个是第3副牌的朋友。那么当你真正的选择好了，或者是说下定决心了，宇宙呢会带给你好运，命运之轮的正位。这张牌呢在预示着一些变化一些变化会降临在第3副牌的朋友你们的生活当中。我看得很清楚第3组牌的朋友，这个变化是什么呢？当你真正的选择了一条你觉得最适合你的路，开始去钻研这条道路这个方向里你要怎么走，你要怎么做之后，你将遇到很多的贵人朋友。人精力一旦分散就会速度很慢，但是一旦精力变得集中，你就会发现你奔跑的速度会提上来，会快起来，那么你显化成功的速度也会跟着快起来。这张命运之轮里面有什么呢？首先呢，我看到你会有贵人这个是宝剑国王，你会遇见贵人，你会遇见一个非常厉害的名人或者是一个权威人士来到你的生命。这个呢是在你做出抉择之后，在那个方向里面你将遇到的可能是一个新的老板，新的领导，或者是一个新的领域当中的一个权威人士那么这个人呢会给你非常非常好的指引、建议和帮助，同时呢他可以帮助你解决一些问题，同时呢你还可以向他学习很多的知识或者是他的一些经验。这个是宝剑国王。我们看到这张牌主能量呢是紧紧连接在一起的如果有一些朋友，因为我们现在呢还出现了一个宝剑皇后在这里而且呢这个宝剑国王非常明显的是在看这个宝剑皇后，所以有些朋友如果说当前呢你的一个情感状态是单身的状态，又或者是说你也在期待着遇见一个更好的人的话，那么当你去
我们所谓从2缩到1，开始专注一条你的路之后，遇见的新的贵人里面，他跟你之间的连接是非常亲密的，是非常紧密的。我们这边看到啊，一切都是紧紧连接在一起的，工作跟感情连在一起，感情跟身体健康连接在一起。只有当你能够选择出一条最健康的、你最快乐的道路，你将收获的是一切的美好。这个美好它不是一条单独的出现，而是当你走入一条对的路，就是所有的都好起来。我们今天的爱情讯息，今天呢这个牌的正面我就不给大家看了，我怕那个他们会说啊，所以我们就来看这个文字，它讲的是 passion 热情。他说一个像磁性的诱惑的能量磁场啊，就是会呈现给你啊，你可以去享受它。所以呢，当前啊，我觉得其实很多朋友，第3组的啊，你们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你们的生活呢是越来越集中能量，你们的生活呢是越来越轻松和简单。喜鹊呢要带给你的这个好消息啊，如果是单身的朋友，那么当你去选择出一条正确的道路之后，当前你在众多选项里面选择出一个你最喜欢的，你不仅仅能够拿到的是你工作事业里的突破和成功，你还可以遇见一个非常好的领导人或者是一个老板。机会和这个老板他们是同时出现的。当你遇到这样子的一个领导或者是导师级别的，比你年纪长一点的这样子的人啊，你能够感觉到这个人能够带领你，或者是这个人能够在思想当中给你很多很多的思想上的碰撞。我们看月双子，这个人可能会以说话的沟通的语言的方式啊，其实他不仅仅是说话，跟你去探讨，跟你去比方说解决问题，他也有可能呢会在情感方面跟你有连接，只是说他的情感的表达更加的隐晦啊，他的情感的表达更加的隐晦，他是以一种总是跟你有的聊，总是跟你有的探讨的方式啊，其实他是有情感在这个地方的。我们这里是月双子。然后呢，我们接着来看啊，这张牌呢是 Temperance， 这张牌是节制牌的一个逆位。其实啊，第3组牌的朋友，在你们的这种情感的能量当中啊，喜鹊呢要带给你的这个好消息啊，是在讲接下来呢，你跟某人的情感连接可能会是用一种你们能够读懂的方式啊连接在一起。也许你们很少去触及情感里的内容，但是呢，你们在用你们特别的方式啊，紧紧的连接在一起。我这边感觉到啊，就是有一个人呢，非常非常想跟你讲话，有一个人非常非常的想跟你聊天呐，有一个人非常非常的想帮你啊。那么这个人呢，他会在你的，我觉得是人生下个阶段的美好啊，就在这个路口等你哦。你会选择出一条最适合自己的道路，并且在这里啊遇见很多很多的，我觉得是贵人和朋友。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的 Temperance 逆位，节制的逆位，可能不需要再去克制自己了。不用再去克制自己了，用你们的方式去连接，用你们的方式去接收，用你们的方式去吸引跟你们有缘的人跟你们有缘的人。我这边感觉到第3副牌的朋友，你们其实呢接下来会遇到很多的贵人，这些贵人呢有的跟你是同性别，有的跟你呢可能是异性别，他们呢都能够在思想层面啊给你很多很多的灵感，或者是说你会遇到很多有趣的灵魂，和你一样有趣的人。因为呢我们这边看到是像磁性一般的诱人的一些能量在你当前的左右，你需要去感受它，享受它，喜欢它。我们这里的主能量呢也是紧密的连接在一起。所以呢第3组牌的朋友啊，如果说你当前呢因为很忙，因为当前呢有一些事情，你觉得自己没有真正的跟一些喜欢的人连接在一起，甚至是觉得自己忙得很孤单忙了个寂寞的话，那么接下来你会发现你不用那么忙了，你不用去所有的人所有的事都去亲力亲为，而是说选择一条你觉得最好的道路，在你觉得最喜欢的方向里面做自己。那么你将遇到很多真正跟你在心理上我们所谓的同频共振的人。
对吧？能够真正理解你的人，我们在这个宝剑国王这里啊，看到的是有人很欣赏你，欣赏你的创作，欣赏你的作品，欣赏你的态度，欣赏你工作的方式。那么在这种真正懂你的人身旁，真正欣赏你的人身旁，你将非常非常的独立、自信和稳定。如果说啊，我们这里的权杖4呢，对应在有些朋友这里啊，是跟一个人，你跟他2个人没有办法所谓的走入一种稳定，被一些事情卡住了。那么我看到啊，喜鹊要带给你的好消息，就是让一个新的机遇，我觉得是进入你的生活。这个机会呢，需要你勇敢的去把握。这个机会呢，甚至是需要你自己勇敢的去创作。你需要自己主动的去选择出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我们看到这里，命运之轮，好运会在你的这一边，宇宙呢会确保好运在你的这一头。有些朋友啊，如果当前跟某一个人，卡在了一个即将圆满的之前，那么我看到的是，喜鹊这一次啊，要帮你们进入到一种圆满，因为你跟他是很配的。这边的能量有点像骄傲的灵魂对骄傲的灵魂，或者是说男才女貌，你们的这种怎么讲条件啊，可能都非常的优越，或者是说你们2个人思想层面都非常的匹配。你们2个人如果是有一个人很高冷的话，也许另外一个人也很高冷。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能量当中，可能有的时候2个人就会被一些相处的事情啊给卡住了。但事实上呢，你们2个人却非常非常的匹配。所以当前啊，喜鹊呢要来给你的这个好消息是一种助攻，就是来帮助你们去化解，帮助你们去看懂，帮助你们去连接在一起。你们要真正的去了解你们连接的方式。第3副牌的朋友，你跟他之间连接的方式一点都不直接，但是呢，他不直接，你也不直接，所以你要能够懂他啊，你要试图去懂他，因为也许他的一些小小的啊，不知道怎么去表达情感的问题，也许你这边也有一些这样子的问题。那么对方用他的语言，用他的沟通来跟你连接，其实就说明了这个人对你啊是有很多热情，有很多关注的。那么你呢？宝剑皇后啊，不要太过于高冷。当这个人想去看你，想去来啊，我们这里啊，有些人可能会走到你的面前，有些人呢可能会跟你打电话，有些人呢可能会跟你发消息。你要打开你的眼睛听他说呀，不要一味的拒绝，不要一味的去高冷，你一定要打开你的眼睛听他说，因为你要去感受这个人啊，在语言里面流露出来的真情。也许他从不谈感情，但是他的语言里会揭露他对你的真情和实意。月亮在双子，对不对？好，那我们看到这边呢，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天的茶叶包里的讯息。喜鹊要带给你的这个好消息，人生下个阶段的美好，具体的讯息和内容，感恩宇宙。好，这张牌呢是 Firecracker， 这个能量啊是讲在那个特别是圣诞节啊，或者是就是那种活动的时候啊，在那个餐桌之上大家去拉的那个东西啊，他说的是激情或者是兴奋。我觉得有一些活动，第3副牌的朋友啊，有活动在等你，可能是约会，可能是公司的庆典，可能是你进入到新的环境啊，新的领导，新的团队对你的欢迎仪式，又或者是说，当你选择了一条真正你想去钻研的道路，在这条道路里，你将收获的是兴奋，你会对自己的选择坚定不移，你将对自己的抉择深爱不已，你会觉得这条道路对了，你不仅仅是成功，你还轻松的获得成功，因为当下就很累。可是呢，你终于可以去进入到一种钻研的领域里，去做自己真正深爱的事情，所以是令你兴奋的。第1张牌，那
当然，有些朋友啊，如果是约会的话，那肯定是非常兴奋啦，对吧？好，第二张牌呢是老虎，他说，请你去做一些有风险的事情，有的时候要勇敢的尝试一下。这张牌呢，给我的那个能量啊，就是说，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有的时候啊，我们要勇敢一点，像老虎一样。老虎呢，它是兽中之王啊，兽中之王。那么老虎呢，它是非常凶的，而且老虎呢，它也是能够去我们所谓的争取一些很有危险的或者是很大的一些猎物。虽然说有危险，虽然说很难，但是呢，老虎的奖励是最好的，也是最大，也是最丰盛的。所以呢，当前啊，第三组牌的朋友，我觉得是肯牺牲才会有最大的收益，尤其是在工作里面，牺牲的可能是一个赚钱不多的领域，牺牲的可能是一条前途平平的一个方向。只有你牺牲掉一个平平的，你才能够把时间和精力给予那个最好的，那么你的风险大，你的收益也会更大。如果当前呢有朋友啊在多个地方有投资项目的话，那么你也要考虑一下，去做一些真正你觉得可以在未来带给你最高收益的一些项目。有的时候啊要勇敢一点，平平的去投也是平平的结果，勇敢的去投一些有风险的项目，那么这个利润也会更大。这张牌呢是老虎，希望第三组牌的朋友啊，如兽中之王一般勇敢无畏。第三张牌呢，我们抽到的是桌子，这张牌呢是讲，请你注意你的工作。那么很明显了，第三组牌的朋友，工作当中有一些事情需要你去仔细的看，仔细的分析，仔细的去做一个决定。工作当中有什么样子的事情你觉得两难吗？工作当中是什么样子的事情阻碍你去获得这个奖赏吗？工作当中是什么样子的事情让你没有办法突破成功呢？请你注意它，不要去放任不管，不要去置之不理，要去勇敢的面对和解决，甚至还要去尝试一些冒险。最后一张牌，这个是 Tankard，我们这张牌讲的是庆祝、快乐和享受。我真的有觉得第三组牌的朋友啊，你们有一些活动啊，在这个喜鹊的能量当中会为你们带来。这个活动呢是庆典，这个活动呢是正确选择之后的快乐。这个活动啊是你们在勇敢的，我觉得是接到你的自己的这个金币或者是这条道路之后啊，你可能会对它非常的有信心，并且呢，在这个道路之后啊，你会连接到的一些贵人、新人、情感、桃花，就紧密的连接在一起。一旦你把能量收回来，给予这条最正确的道路，你将在这一条路里面收获到你所有心里想去成就的一切。你把方向定得太广，那么走得太慢，结果就太慢，这种能量也许并不适合你。月亮在双子啊，这个能量呢，双子能量是很快的，头脑非常的快速啊，转得很快。那么也许你们需要的是一些快速能够获得信息，快速能够收割到一些结果的能量。所以呢，想要快就要是集中力很强。所以第三组牌的朋友啊，把能量集中起来，去连接真正跟自己有缘的，去连接真正心里喜欢的，去说真正心里想去说的和表达的。我看到新的机会就在你的手边，离你很近，你要主动的去争取，而不是等它撞入你的生活啊，不是等它就是说给你，你一定要主动的去争取，主动的去求，主动的去改变。那么命运之轮呢，会把你快速的带到正确的人身边，一切都会我们所谓的synchronicity， 它是同步的显化，好不好？好了，那这里啊就是第三组牌的朋友，今天呢为你们连接到喜鹊带给你的好消息，关于你人生下阶段的美好。祝福所有第三副牌的朋友呢，七夕节快乐！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